太师傅，您现在是否能告诉我何为勇，至于侠了吗？面对威震天而敢于直视其双眼，可谓勇；知道实力差距不敌，可谓智。至于何为侠，我也并未参透。谢过师傅。我梦见了威震天，我没敢与他对视，此乃不勇。我明知不敌，却还是上前战斗，此乃不智。想必这样的我，也称不上是侠了。你面对威震天意识到了实力的差距，已经是智了。明知实力差距，却还是奋勇上前，这边就是勇。为了万家灯火，不顾自身安危。我想我知道什么样的人算得上是侠了。之前我一直认为我讨厌铁工厂的和风金刚，但是目前看来，我也许只是讨厌简单又无聊的变形设计啊。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是鲨鱼头。本期视频给各位带来的是变形金刚时间轴系列第2弹的武士擎天柱，依旧鬼子金刚，依旧无敌铁牛，依旧限定产品，依旧溢价卖包装啊！两个只有 D 级别身高大小的套装，预定售价高达470块钱，均分下来一个230多块钱。这也属于时间轴一脉相承的高定价了。甚至第2弹比起第1弹还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啊，第1弹的角色造型是来自 IDW 漫画《钢铁之心》中的蒸汽时代形象，而我们第2弹的角色造型是来自 Wait a minute, who are you？ 这家伙根本就没有造型来源啊喂！其实我在高价预定第1弹火车擎天柱后非常后悔，认为这两个角色不值这样的价钱。于是我下定决心不再购买时间轴系列。他的造型实在是太帅了。这款擎天柱的伪装形态也实在太有趣、太有梗了，于是还是没忍住预定了。这款武士擎天柱整体的造型真的非常帅气，只能说还是霓虹镜更懂和风变形金刚吧。当然了，如果您愿意的话，他也可以是中式铠甲将军啊！主播不崇洋媚外，请各位口下留情。这款武士擎天柱真的将擎天柱的角色锚点和武士风格的甲胄融合得相当自然，让人看到后第一眼就觉得总有某个宇宙的擎天柱就是这样子的。玩具身上的盔甲花纹刻线非常精致，也搭配了许多铠甲铆钉细节的刻画，月牙造型的肩甲、木屐造型的脚部、手甲以及大腿甲胄和机械融合的刻画，让这款玩具真的充满了武士的韵味啊！而在这之中，个人认为造型设计最优秀的便是他的这颗头雕了，将擎天柱头盔的设计与武士头盔结合，擎天柱天线和日本头盔的吹反巧妙的融合，口罩和帽檐压出的深邃眼眸，更是让人立刻会将擎天柱想象成一位身经百战的武士大名啊！这颗头雕实在是太帅气了。个人觉得对于 D 级别的玩具来说，这款武士擎天柱的可动可以说是很棒的。虽然大腿的前后踢蘑菇关节外露比较难受，腿部平转不是在大腿而是在膝盖，这点也是我并不喜欢的设计。不过由于没有侧裙甲的干涉，大腿在接位后的可动范围非常夸张，肩膀卡扣打开后也可以错位摆出一些角度限定的大张力 pose， 手部为球关，活动比较方便，这让他在握持武器的时候可以摆出更加自然的握刀姿势。那么说到武器，这边可以看到擎天柱的武器配件是这把金色的大刀，大刀的刀刃部分可以和握柄部分分离，握柄中央有4段凸起，用于和人形手部结合，方便摆出不同的握持姿势。而这款玩具最让我觉得有趣的点却是一个巧合，当年台湾省引进变形金刚时，将擎天柱翻译为了无敌铁牛，铁牛的意思应该是指擎天柱的伪装形态卡车比较像拖拉机或者耕耘机这样的大型机械，而这种只有国人特有的翻译情怀，却和这款玩具的伪装形态误打误撞地产生了有趣的巧合啊！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把这位武士大名变形成为这只无敌铁牛吧。Water? Yeah, water. Well, we only serve paying customers, so you'll have to order more than water. If you're broke, go somewhere else. 50 dumplings. Is it a deal? Huh? You feed me, and I'll take care of those guys for you.
变形的过程真的非常有趣啊，牛头和人形头部的转换以及牛蹄的收纳都非常的巧妙。人形手臂变形后与肩胛倾斜卡位变成车顶棚的设计更是精彩啊！虽然手臂与小腿的结合需要仔细些才可以更好的扣合，但是手臂和肩胛不规则的变形设计真的让人眼前一亮啊！这款玩具的变形过程真的非常的好玩啊！纵横变形金刚历史，威震天的载具形态因为法律等原因时常变化，而我们柱子哥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红蓝色的大卡车啊！这款牛车擎天柱可以说是保留擎天柱拖车造型的前提下，改变卡车头更换为了牛头，做出了很大胆的创新啊！我个人很喜欢这种新颖的设计。不过就不知道当年那些为了擎天柱是猩猩还是卡车争论的人，看到这个家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了。虽说这款玩具前段部分是只牛啊，但是得益于后方巨大的车轮，滚动性居然相当不错啊！不过为了防止牛蹄子掉漆或者卡进石头让柱子哥进修蹄大赛，还是尽量不要这么玩为好啊！我不管，我就要玩。好的，那么总结一下吧。时间轴第2弹的这款武士擎天柱 AKA 无敌铁牛，虽然尺寸非常小，性价比也是奇低无比啊，但是载具铁牛拉车的新颖设计，个人还是相当喜欢的。人形造型将武士风格和擎天柱锚点结合，也是相当到位，完全没有违和的感觉。比较优秀的可动性，也让这个小家伙可以摆出很有张力的姿势。总结上一代目前的价格走势来说，还是推荐对这款玩具感兴趣的朋友们等等降价再入手为好。200多块钱一个 D 级还是太夸张了。在视频的最后，希望朋友们可以像开头我制作 AI 短片中的擎天柱一样，坚守自己心中的智和勇，成为自己的那位侠。本期视频纯属个人观点，无崇洋媚外、颠倒文化等意图，牢记历史，希望朋友们理性看待。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观看。如果说你喜欢本期视频，可以长按点赞一键3连，关注我，接受更多魔玩分享。我是鲨鱼头，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